领证当天还有2个号就要到我了，闺蜜却当众放出了退号成功界面。顾姐，你这么迫不及待要嫁给培哥啊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周围人已经笑得直不起腰。我们从昨天就开始打赌，赌你什么时候会发现。没想到你不仅没发现，还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。不会真以为培哥答应了你，你就高枕无忧了吧？裴世南笑得漫不经心。你太粘人了，不治治你，以后变本加厉怎么办？我裴家的少夫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。众人的哄笑声中，号过了。女士，我们还有15分钟就要下班了，要重新领号的话，得抓紧哦。民政局工作人员都看出你着急嫁人了。闺蜜笑得更大声了。你赶紧过去重新领号吧，万一我们培哥反悔了怎么办？我甩开裴世南递过来的手，平静地走向取号机，给联姻对象发了条语音：10分钟内带着户口本到民政局，我就跟你领证。取号成功后，我坐到了离他们很远的位置。3年前，我和周慈认真谈过联姻，双方长辈也都满意。可惜没多久，我就遇到了裴石南。你们先聊，我过去看看。裴石南见我坐得那么远，很快走了过来。顾明书，别无理取闹，这次领不了就下次，别给我甩脸色。我抽回手，第一次当众质问。我无理取闹？昨天是谁退的预约号？是谁瞒着我？快过号了才告诉我！你们所有人都知道，只瞒着我一个人，现在反倒是我无理取闹。我第一次发脾气，众人面面相觑。我继续问：上个月是谁把我的生日礼物藏进酒吧储物柜，让我找了3个小时？是谁把3周年纪念日改成兄弟聚会，让我一个人守着冷菜等到半夜？春节又是谁提议报假的航班号给我，让我在机场等到凌晨？你们一次次耍我，看我崩溃，很好玩吗？裴石南皱眉，开个玩笑而已，你至于审犯人似的问这么多？今天大家高高兴兴陪我们来，你非要翻这些旧账干什么？我挣开他的手，冷笑一声。高高兴兴陪我们来，到底是为了看我们结婚，还是为了看我笑话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裴石南沉下脸，朋友们也不知所措。短暂的安静过后，他们又七嘴八舌地劝我：嫂子，说来说去，你不还是在乎培哥吗？我们又没造成什么严重后果，你那么着急干什么？培哥只是想试试你而已，谁让你平时那么粘人？大家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还有女生往裴石南身边靠了靠，小声说：裴哥，嫂子脾气真大。我看着裴石南，所以退号是你出的主意？他满不在乎地点头。是我。你最近每天跟我确认领证流程，我压力很大。我就是想让你明白，结了婚也别把全部心思扑在我身上，双方都会很累。他说到最后移开了视线，我苦笑一声，忽然觉得这3年的自己很可笑。放心，以后不会扑在你身上。裴石南听见这句话，眉头皱了一下，他的朋友们立刻凑上来帮腔。就是啊，嫂子，你订餐订酒水，连喜糖都天天确认，确实太着急嫁给培哥了。培哥只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也太小气了吧。裴石南点点头，笑容恢复了散漫。你也得改改你这毛病，要不是看你反应好玩，我们也不会一次次逗你。我垂下眼，这3年他们每次捉弄我后，裴石南都会抱住我安慰。他说朋友们没有恶意，说大家愿意跟我开玩笑，是因为没把我当外人。我以为是因为在乎，现在才明白，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。我看着这群人，冷冷地开口：你们敢这么对我，不就是因为看准了裴石南根本不在乎我吗？没人接话，裴石南脸上的笑挂不住了，只有闺蜜陶可察觉出我的态度变化，小心翼翼拉住我的衣角。您说，对不起，我以为10分钟后会重新取号。裴石南说最后肯定能领成，我才跟他们一起玩的。我扶开他的手，道歉我听到了，但我不原谅。陶可脸色一白，手机屏幕亮起，周慈发来一条当前位置共享，刚出仓促中心，9分钟到。我坐回等候区，见我重新坐下，裴石南那群朋友又笑了。我就说嫂子舍不得走吧。闹得再凶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乖乖等着？
赵卓举起手机，对准我的脸，来记录一下裴家未来少夫人被退号以后还能坚持多久。镜头越靠越近，我抬手挡住，他反而笑得更大声。嫂子别躲啊！刚才质问裴哥的时候不是挺有气势吗？让大家看看顾大小姐能硬气几分钟。裴石南终于皱起眉，行了，别太过分，拍着玩而已，又不发出去。赵卓没当回事，还晃了晃手机。裴石南也没让他删除，他从袋子里拿出一瓶水，拧开递到我面前。喝点水，别气坏身子了。我没有接，他低头发现我的手链松了，熟练地替我重新扣好。周围立刻响起一阵起哄声，还得是裴哥，嫂子再大的火，这下也该消了吧？裴石南靠近我，压低声音：顾明书，我从没说过不娶你。我只是想让你明白，婚后也要有自己的生活，别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。你现在给大家一个台阶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他的动作很轻，语气也和从前每次哄我时一样，可这次我只觉得厌烦。羞辱是他安排的，体贴也是他施舍的，我还要因为这点温柔主动替所有人圆场子。朋友凑过来问：裴哥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？嫂子跟你3年，连架都没真正吵过一次。裴石南笑了一声：他能气多久？最多3个小时。晚上照样会主动问我吃没吃饭，回不回家。众人笑得更加放肆，陶可站在旁边脸色难看，却仍旧没有替我说话。有人追问：最久的一次呢？裴石南想了想：有次我说聚会10点结束，他冒着暴雨来接我，我临时换了场子，忘了告诉他。他在门口等到凌晨，见到我以后也没发脾气，只问我冷不冷。他说的轻松，甚至带着几分炫耀。所以他舍不得真跟我闹。胸口残存的那点疼彻底散了。原来我的包容从未换来珍惜，只让他认定我没有底线。大厅广播突然响起，尚未取号的群众请尽快办理，现场仅剩最后4个云额，本中心将在10分钟后停止取号。我立刻抬起头，确认屏幕上的号码。裴石南误会了我的反应，他把水放到我身边，语气带着纵容：行了，今天来不及就明天，大家陪我们折腾半天也累了，没必要逼所有人继续耗着。朋友们纷纷附和：嫂子，给自己留点体面吧。裴哥都答应明天娶你了，你还非得今天领？我低头看手机，没有回应。裴石南以为我还在倔强，非要赶在今天把证领完。他脸上的不内散了，又恢复了先前的从容。顾明书，别赌气，我只是想让你改改粘人的毛病，裴太太的位置还是你的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周慈发来实时位置，他已经进入民政局所在街道。我回了2个字：快点。我还在盯实时位置，我妈的电话打过来了。叔叔啊，领证顺利吗？我妈的声音很轻快。我早上6点就去市场了，挑了石南最爱吃的鲈鱼，你爱的酒酿排骨也炖上了，汤里没放香菜。你们早点办完，早点回来吃饭。我沉默2秒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正常。妈，我这边还没结束。电话那头明显停顿了一下。是不是妈挑的日子不好？石南不满意？我马上重新选一个日子，你们别吵架。我眼眶一酸。这些年，因为我爱裴石南爱的没了分寸，母亲也跟着放低姿态。为了让他对我好一点，他总是这么小心翼翼，就怕哪里做的不够，他因此少爱我一点。我喉咙发紧。妈，不是日子的问题，是号码出了点状况。饭别热了，你先吃。他顿了2秒，强颜欢笑道：回不来也没关系，饭菜可以一直热。他要是想陪朋友，你别催他，免得扫大家的兴。要是实在耽误时间，让石南先跟朋友去玩，饭菜妈在锅里一直热着。
我听见了微波炉叮的一声，同一道菜，他怕凉了，已经反复加热了好几次。裴石南不知什么时候跟到了我身后，直接把手机抽了过去。阿姨，是我石南，叔叔闹了点小脾气，没事儿。我们这会儿还有点事儿，中午可能过不去了，下次我一定登门赔罪。我妈连声说好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年轻人有自己的圈子。你朋友多不多？要不要阿姨再加几道菜给你们送过去？妈妈还没说完，裴石南不耐烦挂断。赵卓在后面大声嘲笑：“顾家老太太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为了把女儿塞进裴家，母女俩真是双管齐下，一个死守大厅，一个死守饭桌，绝了！”陶可听不下去，小声反驳：“赵卓，你少说两句。顾阿姨平时待大家挺好的，你别太过分。”赵卓嗤笑出声，指着我道：“对我们好，那还不是为了让她嫁给裴哥？老太婆卖女儿也是够拼的，连拿剩饭装可怜这种低贱招数都用上了。”你给我闭嘴！再敢说我妈一句，我立马报警查你手机里的偷拍视频。赵卓被打懵了，裴石南一把将他扯到身后，脸色彻底阴沉。顾明书，你闹够没有？为了几句玩笑话，你要报警抓我兄弟？他深吸一口气，动作看似温柔，伸手替我抚平弄皱的衣领，语气放缓：“今天的事就到这儿，别把退号的事告诉你妈，省得老人瞎操心。改天我自然会去赔罪。”这副理所当然的施舍态度，恶心透顶。他的体贴永远建立在掩饰我的委屈上。每一次他的朋友挑事，道歉的都是我，可从头到尾，他都没让任何人为我的损失认真道过歉。心底残存的最后一点温度彻底消失。手机屏幕亮起，妈妈发来一张照片，桌上的菜盖着保温罩，下面跟着一句话：“不急，菜在锅里热着，妈妈慢慢等。”我冷脸回复：“放心，我中午会准时带你女婿回家的。”临近中午，赵卓捂着脸嚷嚷要吃日料，跟民政局大厅循环播放即将下班尽快取号的广播，没人在意，他们兴致勃勃地挑选饭店。裴石南也抓住我的手腕：“走吧，明天我亲自陪你重新排队，照片、鲜花、仪式感，一样都不会少。”我抽回手：“我妈做了一桌饭，我们说好的，领完证一起回去吃。她早上6点开始就在准备饭菜。”裴石南满脸不耐：“让你妈先等着，反正加热了那么多遍，也不在乎多几遍。今天证又没领成，现在过去有什么意义？”我妈为了等我们回家反复加热饭菜，她却说没有意义。这些狐朋狗友的聚会，她却必须参与。我最后问了一遍：“你能不能留下10分钟，把今天该办的事情办完？”裴石南没有直接拒绝，他转头看向那群朋友：“非要今天办完，你不就是故意让我丢下所有人陪你？”赵卓立刻笑出了声：“嫂子满脑子都是嫁人，连顿午饭都不肯放过裴哥，裴哥都答应明天娶了，还怕他今晚跑了。”众人笑成一团。陶可难堪地站到我身边：“明叔，我留下陪你吧。”裴石南直接打断他：“别惯着他，晾他几分钟，他自己就追过来。这几年哪次不是这样？”众人哄堂大笑，我对陶可摇头：“你跟他们走吧。”陶可咬咬牙，最终还是拿起了包。临走前，裴石南还帮我叫了一辆网约车。我让司机12点10分来民政局门口接你，不过劝你早点出来，没必要非得等过号10分钟才知道放弃。他收起手机，表情重新恢复从容。他们浩浩荡荡离开，大厅很快安静下来，手机里的群消息却接连盘出。
猜猜顾大小姐几分钟后出现，另一个人紧跟着回复。她这么着急变成裴太太，最多5分钟。裴石南没有制止，只发来饭店定位。闹够了就过了。我没有回复。距离过号还有2分钟，周慈终于拎着文件袋跑进来。他赶到我面前，却没急着把证件递进窗口。顾明书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没有人逼你。我摇摇头，没有。周慈仍没动。我补充道：“我不是用你报复裴石南，我只是接受了联姻方案，选择了你。”周慈终于走向窗口，墙上的时钟越过12点10，钢印落下，2本结婚证被推到我们面前。要不要先保密？周慈问。我拿起结婚证，拍下内页，直接发了朋友圈：持证上岗，带我先生回家吃饭。与此同时，饭店包厢里的笑声还没停，赵卓捏着嗓子模仿我：石南，流程确认了吗？喜糖确认了吗？今天一定要娶我哦！众人拍桌大笑，裴石南靠在椅背上，任由他们拿我取乐。有人正准备拍视频发进群，手机页面忽然闪出我的朋友圈。他盯着照片看了几秒，猛地站起来：“嫂子怎么领到证了？”包馆瞬间安静。赵卓抢过手机，反复放大那张照片。肯定是 P 的，钢印都糊了，顾明书怎么可能10分钟内找个人结婚？旁边的人立刻附和。他刚才还哭着闹着非要嫁裴哥，转头就跟别人领证，骗谁呢？估计是网上搞的合成图，故意刺激裴哥。陶可盯着照片上的名字，脸色越来越白。照片上这是周慈，他是周家独子，3年前跟顾家谈过联姻。赵卓仍旧嘴硬，真认识又怎么样？谁会带着户口本随叫随到？再说了，民政局已经下班，他想领也领不了。裴石南一把夺回手机，照片里我和周慈的名字并排印在一起，登记日期就是今天。他拨通我的电话，铃声响到自动挂断，我没有接，再打，提示正在通话中。裴石南猛地推开椅子，去民政局。赵卓愣了一下，裴哥，你不会真信了吧？他就是等你低头，你现在跑过去，正好让他拿捏住。裴石南抓起车钥匙，声音发紧，说现在去民政局。众人不敢再说什么，跟着裴石南往外跑。车刚停稳，他们争先恐后冲向大厅。我已经办完手续，周慈替我拎着文件袋，我挽着他的手从台阶上下来。裴石南脚步停住，他的视线落在我挽着周慈的手臂上，脸色变了。顾明书，过来。他还在用从前命令我的口吻，仿佛只要他开口，我就会立刻松手，走回他身边。我没有动。周慈侧身挡住他。裴先生，请你离我太太远一点。裴石南一下崩溃了，他一把揪住周慈的衣领，拳头砸在周慈脸上，包掉到地上，2本结婚证滑了出来。裴石南低头看见，呼吸乱了，他弯腰去抢结婚证，周慈先一步抓住。这是我和我太太的。裴石南抬手又要打他，我挡到周慈面前，用力甩了裴石南一巴掌。周围瞬间安静了，裴石南偏过脸，半天没有反应。赵卓冲上来指着我：顾明书，你疯了！裴哥为了你才动手，你竟然帮外人打他！我冷笑：周慈是我丈夫，你们才是外人。赵卓张着嘴，脸色难看。打我！裴石南抹了下唇角，怔怔地看着我。竟然舍得打我！我捡起地上的结婚证，擦掉封皮上的灰。你都舍得这么对我，我有什么舍不得的？裴石南僵在原地。那只是个玩笑。
我没想过真不娶你，我连明天的时间都给你空出来了，只是想让你改改脾气。我盯着他，玩笑只有被开玩笑的人笑了才算玩笑，我不觉得好笑。赵卓缓过神，转头看向周慈。周慈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他10分钟前还求着裴哥领证，现在转头和你扯证，不过是拿你撒气。等裴哥哄他2句，他转头就能跟你离婚。周慈抬手擦掉脸上的血，声音很冷。林叔为什么结婚？不需要你替他解释。赵卓冲我讥笑。你敢告诉他，这3年你怎么追着裴哥跑的？凌晨送行酒药，暴雨天接人，连我们这帮朋友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啊！周慈，你娶的不是老婆，是裴哥不要的跟班。我反手又给了他一耳光，赵卓踉跄半步，另一面脸也肿了起来。这一巴掌是教你该怎么跟我丈夫说话。以前我容忍你，是我看在裴世南的面子上，不想让他难过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给你们好脸色。赵卓气得抬手，周慈扣住他的手腕，直接将人推开。再碰我太太一下，我立刻报警。赵卓甩开手，转头冲着裴石南喊：“裴哥，你就看着他帮这个男人对付我们。我们今天来民政局，还不是为了替你治治他？”裴石南脸色终于沉下来。闭嘴！赵卓愣住了，同行的人也纷纷不满。裴哥，赵卓说错什么了？顾明书当着你的面嫁别人，还打你兄弟，难道全是我们的错？这3年大家哪次聚会不是带着他？我听笑了，带着我是为了让我付账接人，替你们收拾烂摊子。你们喝醉吐脏了车，是我凌晨找人清洗。你们拿我的生日礼物下注，输了还让我买单。赵卓偷拍视频，好可惜你们骗我，其他人在旁边鼓掌。现在还要我感谢你们接纳我？没人接得上话。我转向裴石南，我们走到今天，你这群狐朋狗友占了一大半责任。他们一次次羞辱我，不是因为跟我熟，是因为你每次都纵着。我的话刚落，几个人立刻炸了。顾明书，你嫁了周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以前聚会你自己愿意来，现在倒成了我们逼你。赵卓挨了2巴掌，裴哥也被你打了，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有人拦住周慈的去路。今天必须给大家道歉。他转头看向裴石南。裴哥，我们替你出气才得罪他，你总得给兄弟们一个说法吧？他都骑到你头上了，你还不管？裴石南的脸越来越难看，他们却没察觉，还在争先恐后的指责我。他敢闪婚，就是算准你会舍不得。这种女人不能惯，先让她把婚离了，再晾她几个月。还有周慈，趁虚而入，算什么男人？周慈还没开口，裴石南突然吼了一声：“闭嘴！”所有声音戛然而止。赵卓难以置自信：“裴哥，你冲谁发火？”裴石南转身看向他们：“退号是谁提议的？偷拍视频是谁拍的？拿他妈妈开玩笑的人是谁？”赵卓脸色变了，几个人纷纷避开。裴石南提高声音：“现在他和别人结婚了，你们满意了？”赵卓依旧不服：“主意明明是你出的，我们只是配合你。”裴石南怔了半秒，随即点头：“对，主意是我出的，所以我活该。可你们谁允许你们骂他妈妈了？谁允许你们拍他崩溃的视频，拿他取乐了？”赵卓咬着牙反驳：“以前不也这么玩吗？你从来没说过不行。”裴石南退了2步，喃喃道：“对，都是我的错。”他抬起头看向大家：“但你们也得给他道歉。”赵卓第一个冷笑出声：“让我给他道歉？他打了我2巴掌，还想让我低头？”旁边几个人也沉下脸：“退号是你安排的，
偷拍视频你当时也看见了。现在出了事，你把责任全推给我们。裴石南，你想追回他，也不用踩着兄弟装好人吧？裴石南挡住他们，今天不道歉，谁都别走。赵卓直接撞开他的肩膀。你算什么东西命令我们？这些年要不是你总说顾明书离不开你，谁敢这么玩他？现在人跑了，你装情深给谁看？这句话落下，裴石南的脸一下白了。是你说他没底线，闹得再狠也会回来。也是你说他愿意伺候大家，不用跟他客气，这能怪我吗？我们不过照你的意思办事。他们扔下这些话，转身就走。陶可留在最后，红着脸叫我：明叔，我真的没想害你，我只是觉得你那么喜欢他，今天肯定能领成。我看着他，所以你们就故意退号，等着看我着急。陶可，你明明知道我妈准备了多久，你也知道我有多重视今天。他哑口无言。我把他从通讯录里一并删除，以后别联系了。陶可哭着追了2步，被赵卓拽走。台阶前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裴石南站了很久，终于开口：明叔，对不起。这是3年来他第一次没有在道歉后补一句只是玩笑，可惜太迟了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声音发哑：我没想到你会真的嫁给别人，我以为你离不开我。我平静地问他：所以只要我离不开你，你就能随便糟践我？不是。他急忙摇头：我只是习惯了你一直在。你把婚离了，我们重新开始，以后你不喜欢的人我都不见。周慈听到这句，直接把我护到身后。裴先生，他已经结婚了。裴石南没理他，只盯着我等回答。我举起结婚证。你现在后悔，不是因为爱我，是因为你认定不会走的人真的走了，你接受不了输。裴石南呼吸停了半拍，他伸手想碰我，我退到周慈身边。裴石南，我们结束了，以后见面也请叫我周太太。他的手停在半空，过了许久，他才弯腰捡起车钥匙。离开前，他回头问我：如果今天我没走，你还会嫁给他吗？我没有替他保留最后一点幻想。你不退号，就不会有后面的事。可号是你亲手退的。裴石南转身离开，再没说一句话。周慈脸上的伤已经发肿。我带他去附近药店处理完，才开车回家。门刚打开，妈妈就端着菜迎出来。石南，你们终于……他看清我身边的人，声音戛然而止。周慈把结婚证递过去，礼貌改口：妈，我是周慈，让您久等了。妈妈翻开证件，看了登记日期，又看见他脸上的伤。谁打的？裴石南。我没有替他遮掩，我妈立刻改口，把手里的盘子狠狠放回桌上。他凭什么打我女婿？他转身就要拿手机报警，周慈连忙拦住。妈，已经处理好了。我接话：今天周慈第一次登门，别提裴石南，扫兴。妈妈愣了几秒，抬手擦掉眼泪。对，不提他。她把桌上那盘鲈鱼撤了下去。这是按裴石南口味做的，不配摆在你们面前。周慈却接过盘子，重新放回桌上。妈做了一早上，别浪费。明叔爱吃什么，我以后慢慢记。妈妈终于笑了。她给周慈盛了满满一碗汤，又把酒酿排骨推到我面前。这道是叔叔最爱吃的。周慈夹了一块放进我碗里。我记住了。午饭后，妈妈让我去车里拿给周家准备的礼物。我刚走出单元门，就看见裴石南站在台阶下。他换掉了早上的衬衫，脸上的掌印还没消，脚边放着我留在他家的东西：3年的纪念册、备用钥匙，还有他从未拆开的领带夹。明叔，我等了你1个小时。他往前走了2步，我退后1步。东西让快递送就行。裴石南低声解释。
我不是来送东西的。赵卓手机里的视频我让他全部删了，那个群我退了，以后也不会再跟他们来往。陶可打不通你的电话，托我跟你说，他愿意当面道歉。若是放在昨天，我大概会感动，可我被羞辱的时候，他没有任何行动。我淡声打断他：“不用了。”裴时南喉结动了动：“你连一句道歉都不肯听。”听过了，在民政局门口，你已经说过对不起，陶可也是。我告诉过他不原谅，我也告诉过你，我们结束了。他沉默片刻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戒指，那是我半年前看中的款式。当时他嫌我催婚，把首饰店发来的确认消息删了。如今戒指装进了丝绒盒，他却再也没有送出的身份。我昨天就让人定了，本来想领完证再给你。我看着包装盒上的今日取货标签，没给他留体面。昨天定的，为什么取货签是今天上午？他的手顿在半空。我只是没来得及。裴时南，别再骗我了。你只是发现我真嫁给了别人，才急着证明你也想过娶我。如果我没有离开，可能今天也不会领证成功。他收起戒指，脸色发白。过了几秒，他忽然问：“周慈对你好吗？”我没有犹豫。很好。他会不会介意我们谈过3年？他介意的是你当众欺负我。裴时南呼吸乱了。你们才认识多久？他根本不了解你，他不知道你胃不好，不知道你怕冷，也不知道你每个月哪几天会失眠。这些你都知道。我平静地提醒他，可知道不代表在乎。裴时南再也说不出反驳的话。楼道里传来脚步声，周慈提着车钥匙下来，看见裴时南，快步挡到我前面。裴先生，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太太。裴时南盯着他护住我的手臂。我跟他说几句话。周慈接过我手里的车钥匙，又把我往身后带了带。他不想听，就是骚扰。裴时南的脸色更难看。您说，我还有机会吗？他没再靠近，只隔着周慈问我。我从周慈身后走出来。没有。裴时南急声追问：你以前那么爱我，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？我给过，生日、纪念日、春节、领证当天，每次我难过，你都说下次不会了，机会早被你用完了。他低下头，手里的戒指盒滑落在地，我主动握住周慈的手。我们走吧。裴时南蹲下捡起戒指，声音很轻：如果他对你不好，你能不能……不能。我没有回头。我的婚姻不需要你给留后路。周慈替我拉开车门。裴时南独自站在台阶下，脚边还堆着那箱无人认领的旧物。2个月后，我和周慈举行婚礼。婚礼定在周家的酒店，只邀请了2边亲友。我原本不想大办，领证那天闹得太难看，我不愿再把婚姻变成供人围观的热闹。周慈没有劝我，只把2份方案放在桌上，一份是家宴，一份是婚礼。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，不想选也可以。我翻开婚礼方案，里面没有夸张的排场，所有细节却都按我的喜好安排，就连酒酿排骨也被他加进了晚宴菜单。我最终合上方案，办婚礼吧。是你想办，还是怕周家没面子？周慈只问了一句：我想办。他这才通知酒店。婚礼当天，我刚换好礼服，就听见门外有人议论：不是说他之前跟裴家那位谈了3年吗？领证当天被人退婚，还能迅速抓住周慈领证，摆明了拿周慈当备胎呢。周家居然肯认这个儿媳。我推开门，说话的女人是周家远房亲戚，见到我后不仅没停，反而笑了。明叔，别多心，我们也是替周慈不值。男人都好面子，你以后可别再跟前任纠缠。我还没开口，周慈已经从走廊另一头过来。姑姑，是谁请你来的？女人脸色一变：你妈亲自给我送的请柬。周慈拿过他手里的请柬，直接递给工作人员。周慈挡在我面前，
是我等到了他愿意回头。女人还想争辩，周母已经赶了过来，她叫来经理，干脆的吩咐：把人请出去。今天谁让我的儿媳不痛快，谁就不用留下吃饭。走廊终于安静，我低声问周慈：这些话，你真的不介意？介意。他替我整理好头纱。我介意他们把你的深情说成笑话，也介意我晚了3年，才有资格站在你身边。司仪催我们去大厅彩排。周慈先去确认流程，我留在化妆间补妆。几分钟后，我独自走到大厅，转过帘柱时，我看见角落里站着一个熟悉的人。裴石南穿着黑色西装，手里拿着礼盒，在角落看着我，不敢上前。周慈从宴会厅出来，明叔，司机在等我们。他顺着我的方向看过去，脚步随即停下。需要我处理吗？不用。我摇摇头，转身走入宴会厅。彩排进行到交换戒指时，司仪让我看向新郎。周慈把手伸到我面前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我把手放上去。你跑了9分钟赶来娶我，我不会让你白跑。他替我戴好戒指，那就别再放开。彩排结束后，我回头看向大厅角落，裴石南已经不见了，签到桌上只留下一个没有署名的礼金盒。